所以今天我是民众，可是我看到这影片看起来超级有效。那你现在叫我可能先不要去相信影片这件事情，那我还要看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上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那我今天要讲的事情是呢，网络上或者是一些影片的广告，他们呢在做实验的时候去呈现他们灭火器多么的有效。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些影片它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我们真正的法规规定灭火器测试，它其实是有一套非常非常严谨的程序，包含你今天呢这个燃料要放多少，包含你今天点火之后你必须要让它烧多久，包含你今天这个灭火器要在多少时间之内能够把火打熄，并且打熄之后必须要有哪些的要求。很多自己做的实验它其实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今天自己做实验的时候呢，我把那个可燃物的量减少了一半，所以那个火烧起来当然小，当然好灭。那我呈现的效果就会觉得说，我这灭火器好像很厉害。那不是说全部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怎么做实验，怎么做测试，这是法规有定得很清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是民众，可是我看到这影片看起来超级有效。那你现在叫我可能先不要去相信影片这件事情，那我还要看什么？就看有没有认可标章。哦，对对对，银色的那个贴纸。对，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一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还是回归到最原本最根本的地方，不要被那些影片的过程给误导了。最根本就看它有没有银色的认可标章，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呢，首先第一个，他的实验是这样子的，拿了一个锅子，里面倒了汽油，他把汽油点着了，然后呢，他就拿出他们的灭火器，他一喷下去，点燃的汽油就全部熄掉了。他熄掉之后呢，他就说，你看它的降温效果很好哦，我现在把我的手放进刚才的汽油里面，我也不会被烫伤。这根本不是灭火器的效果，是本来汽油在燃烧的时候，它的温度就不会高，因为它在常温下就能够挥发出油气。所以我相信大家煮饭会被沙拉油溅到，会烫到你，但是应该没有人被汽油烫过吧。他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骗民众呢不懂这件事情。所以我看到，哇，我刚才真的看到熊熊大火他扑灭之后手放上去不会烫伤哇，他的灭火器好厉害哦。不是，这个叫自然现象，你随便拿一支灭火器你都办得到这样的事情。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会讲说，我这个灭火器呢，你把它喷在身上，你就可以在火场中逃生。他把他们的灭火器呢喷在自己的手上，接着呢拿出那个喷灯，开始呢烧自己的手，然后说你看都不会烫。那呼吸道怎么办？这就是第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灭火器的很强功效来主打的，我相信这个人他对火灾一定是不了解。因为如果你了解火灾，你就晓得真正在火场中会让你致命的是浓烟，根本不是因为你会被烧到。还有那个温度那么高，那个呼吸道也是会灼伤。对啊，你在火场当中，你的致命因素是有毒的浓烟、超高的温度以及缺氧的环境。就算我能够喷了一层保护膜在身上，刚才那些东西你抵挡得了吗？抵挡不了，你还是一样会吸到毒气，你还是一样会吸到很高温的气体，你还是一样没有氧气可以呼吸，你会死在里面。所以其实它这种广告词很显然就还是停留在那种火灾是被烧死的这种错误印象上。就算我们都不提刚才那个呼吸道吸入的问题好了，你的灭火器要铺满全身，你要多少的药剂量？我觉得好像不是你手上那一罐像杀虫剂大小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好，那最后一个呢，可是有些人可能会看到一种叫做灭火弹。那他说他的操作方法很简单，就像一颗球体一样，好，你把它丢入火堆当中，这个球体它爆开之后，里面的药剂会把周围的火势给扑灭掉。你会看到很多的测试影片，很多的这个实验的影片，他们都是在地面上点火，或者是就像我们讲的油盘一样，我在一个金属的铁盘子里面倒可燃物，然后点火，然后把那颗球丢进去。所以你今天这个药剂散出来的时候，它基本上都会被局限在那个空间里，所以你的药剂才有办法很完整的去覆盖它的可燃物，去达到灭火效果。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真实火灾是长这个样子吗？其实它这个灭火弹呢，它的场景、它的使用状况跟真实的火灾有蛮大一段落差的。
我们大多数遇到的起火点、起火原因不会是在地面上，可能都是一个立体的、形状凹凸不平的 3D 模组的这种电器设备。首先你要控球很准，那个球砸过去要刚好砸在那个电器设备上，然后再来它的药剂散开来，还要必须想办法控制它药剂真的刚好可以覆盖在那个起火的电器设备上。要冒太多风险。是的，如果你要做准备的话，我建议你直接买住宅用灭火器会更好。对啊，因为它操作起来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它适用的范围又更广。我是真的比较建议大家就是买住宅用灭火器。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你还有看过什么灭火器的实验影片想要问我们的吗？欢迎下面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之前我在急诊遇到过大学的学生被119送过来，他说因为刚才他的那个电风扇爆炸，他说那个火球是直接往他脸上去，然后医生就马上出来看，他第一个先看他的鼻孔，鼻毛已经烧成灰了，这样，所以里面是没有鼻毛的状态。他就直接跟这个男生讲，我们要预防性的把你麻醉，然后插管，然后先去加护病房，至少观察1天。这件事情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你的呼吸道在那时候可能有受伤了，它是会有延迟性的气管水肿，这个是烫手山芋，所以赶快弄一弄，有偿我们就打上去了。对，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多做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鼻腔可能有吸到热气要预防性插管，它可能会有延迟性的水肿。如果你没有先插管，把你这个气管内管先卡在那个位置，等到你气管肿起来之后，把你的气管堵住了，那你就会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先插管进去，你可能就要气切。就即便他当下都是四肢健全的、意识清醒的，都是这样。